东海这边100多座，再配合上南海海滨，那感应推算怎么还有延迟了？再配合上那3692座已经建成的神像，以及463座在建，哇！正在草屋里修行的李长寿本体与此地这只指导人差点异地同声大骂，怎么就突然这么多了呢？3个半月前他查看的时候也才勉强2000之数，怎么现在就翻倍了？他缺这点香火功德吗？缺，这个东西倒是不嫌多，早日能凝出功德金身也是一件好事，但这么发展下去，四海龙宫顶不顶得住各方的压力啊？就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莫不成再过1-2万年，海神教完成了大海包围陆地的路线，封神大劫因此提前，道门3教的教主老爷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，通天教主提着诛仙图阵，元始天尊拿着盘古幡，自家人教教主老子冷冷地道一句：道友，商量商量封神榜的事吧。李长寿整个人顿时就被阴影吞噬。此前刚觉得暂时解决了南海之滨的隐患，没想到又出现了新的隐患，这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一些。果然因果这个东西牵扯上就很难斩断。但是李长寿很快就振作了起来，现在的海神教算是他半主动去谋划的香火功德，后续海神教的出路，李长寿在动手忽悠龙的时候其实已经想好了。现在海神教只要能稳住，小龙龙们别脑门一热，让西海龙宫去抄西方教的后路，那就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应该不会去抄的吧？龙族不应该这么短视的。海神教的出路为何呢？很简单，归顺天庭，归于人教，转去3000世界。只要龙族现在帮自己背稳这口锅，那李长寿今后也会再送他们一场机缘。李长寿最近其实也想出了紧急脱身之法，通过本教改名，李长寿自身脱离，让龙族立下护卫人族的宏愿，入主海神教。这个办法的灵感，李长寿得自于老子化胡为佛这一今后的事件。但是百族敬天为繁衍，洪荒之中，人族与龙族也是有竞争关系的。自己将南海神教送给龙族，就相当于变相的给人族施加了压力。所以只要南海神教一直平稳，不给他惹麻烦，李长寿能不这么干就绝对不这么干。如今龙族的那份香火功德汇聚在敖乙身上，顶天了就是培养出一个龙族高手了。正式成为一教之主的第204天，思考、焦虑且稳健。离开山门半个多月，小琼峰这边九九已经过来玩第2次了。此时九九已经喝醉了，霸占了临河的床榻，继续上演自己的酒后绝技。而南州东海之滨的临东城这边，李长寿心神寄托在指导人身上，在城内找了一家能住宿的酒楼，在此地住了下来。洪荒的南州俗世已繁华少说数万年，酒楼乐坊早已经出现了。而且因为南赡部洲太过巨大，凡人脚力有限，各个地方的风俗风貌也是全然不同。先是小心翼翼地在城中扩散开来，李长寿很快就发现了有些鬼鬼祟祟的九巫师伯。此时九巫师伯正在全力地隐藏气息，而且隐藏的也确实不错。但是九巫师伯明显是忘记了这里是红尘俗世，像他这般其实也算是个奇人异事。尤其是这九巫师伯还穿着考究的道袍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威严，更是让不少凡人忍不住围观，并且还暗中指指点点。还好洪荒人族不识大官人和小娘子的典故，不然看到九巫师伯说不定会主动给一些炊饼包子之类的慰问品。
九巫师伯也发现了自己有些显眼，他学着奇缘，随便找了一家酒楼，扔了2块玉石出去，要了一个套间。此刻用仙识关注着这位交集不深的师弟。见此状，李长寿略作思索，嘴边露出了一缕笑意。他在房中待了3日2夜，一直到夜色再次降临，那些担心他会不会饿死了掌柜伙计忍不住想要破门而入，李长寿总算是决定外出活动。李长寿担心九巫师伯扰乱自己的诱敌计划，想主动跟九巫联络，但又要占据主动，于是他顶着自家师傅的容貌，脱下道袍，换上锦衣，着重打扮了一番。李长寿先在城中溜达半圈，趁着夜色依稀，到了城中夜景最为繁华的一条街。这里灯火通明，各处都是莺莺燕燕，大爷这种声音接连不断，有富丽堂皇的木楼，也有小院幽居之所在。走10步便可以听闻乐声交错，行10丈却依然看不到这条街巷的尽头。这种地方的繁华也侧面表明了临东城的凡人们衣食无忧，物产富饶。毕竟只有丰富的物质支撑，才能去追求这种精神生活。李长寿伪装的奇缘，此刻就进入了这条街，找了一家还算雅致的花楼，漫步入内，似乎是熟门熟路。想抓九巫师伯的把柄，自然要从九师师伯身上下手啊。半瓶超频软仙散，一只流影球，嘿嘿嘿，这事儿自然就搞定了。与此同时，暗中跟了一路的九巫，此时得见奇缘进入了一处小花楼，眼睛都直了。奇缘师弟此前路上一脸急色，就是急这事儿啊！哎呀喂，这如何使得呀？红尘俗世本就浊气混杂，此地更是乌烟瘴气。这若是与凡人中的烟花柳巷女子有了肌肤之亲，她那点清气必被污浊。这莫非是修成浊仙，所以自暴自弃了啊？九狐躲在街角，摸着下巴一阵的纠结。他是有妇之夫，自己是不能入此地的。但是九狐先是扫了一眼，此地毫无阵法阻碍，也是各处不堪入目。这动作倒也新奇啊！贫道都没有。呸！贫道在瞎说什么呀？九狐摇摇头，当下就要扭头离开，但是心神一动，又喃喃自语：不能看奇缘师弟步入歧途啊！我且去吓一吓他，那也是好的。当下九狐迈步向前，快步走向奇缘刚才入的场子。这不过数百丈的距离，对于九巫来说当真是有些尴尬呀。就听一旁有招揽客人的姑娘道了一句：哎呦，这是谁家俊俏小少爷啊？怎么穿成这样？跟你家大人出来玩吗？九狐抬头瞪脸那姑娘，后者顿时面色发白，脸上的胭脂水粉噗噗的乱掉，呼吸都有些不畅了。九狐一扫衣袖，继续向前，很快他就到了目的地。这位矮道人冷着脸站在花楼前，也不打算进去，立刻就要故意放出气势。就听得一缕传声入耳：九狐师兄，稍安勿躁。九狐一愣，随后便讪笑一声：贫道的藏身之法当真粗糙呀，竟被奇缘师弟这般容易就发现了。李长寿模仿着自己师父的嗓音，继续对九狐传声：师兄莫要动声色，还请师兄仔细地感知西南方向900丈之外那座花楼，那里有几股不同寻常的妖气。九巫一言探查过去，随后便是
眉角一挑。当下九呼迈步入了这座阁楼，随手扔给此地凡人一块劣质宝材金饼，就遵照奇缘所说，进入了2楼的一处雅间。刚入门，九呼就眼珠四瞄，小心翼翼地探查各处，最后又盯着窗边站着的奇缘。当下李长寿继续传声，念了渡仙门的36条主门规，九呼这才是放下了少许警惕，叹了一口气，背着手走了进来，随手施展了一层仙力结界。哎呀，师弟，你来这种地方做甚？跑了这么远，怕不是特意为了除妖吧？奇缘苦笑，哎，此事还请师兄容我稍后禀告。我的确不是为了做什么沆瀣勾当。此地虽然也确实是刚刚发现了异常。行，按你们小穷风的规矩，先发个誓。九呼下巴抬了抬，李长寿禁不住嘴角抽搐几下，抬手立下一道誓言，言说自己此时此刻当真是没有算计九呼，用的自然是我奇缘的名义。暗中李长寿将刘影球、超频软仙散都收了起来。之前想抓一下九呼师伯的把柄，用刘影球记录一些奇妙的画面，但是偶然发现不远处的花楼中的妖气，且仔细探查之下，李长寿发现这妖气有些不对劲儿。妖气之下竟有功德，污秽之中藏了清气。李长寿的第一反应就是此地藏有功德灵宝。两相权衡，李长寿直接用师傅的名义请九呼一同入内商议，稍后准备在暗中给九呼师伯一些提示。自己跟九呼师伯在此地联手得见宝物，那也是不错的。等奇缘立下了誓言，两个人总算是在窗边入座，一同看向了妖气所在。刚好那几股妖气所在的花楼，此时正有少许的闹剧。有几个身形瘦削的伙计将一名衣着普通的青年男人推了出来，紧跟着在那花灯遍布、灯火透亮之地，一道曼妙的身影轻摇莲步缓缓走出。此女衣着清凉，婀娜多姿，手中端着一杆碧玉细烟杆，红唇间轻轻地吐出一缕香雾，左额有一只彩色蝴蝶状的印记，面容也是颇为妖娆。她向前走2步，站在那青年面前，缓缓开口：夏公子，你知道男人最悲哀的事是什么吗？余生很长，你很短，入了花楼无钱财。怎么，想白嫖吗？我这里可不是开的善堂。哼！言罢，这女子哼了一声，端着烟杆抿了一口，目光扫过旁侧几人，似乎还有一眼就是看向了李长寿和九乌之所在，但他却毫无反应，似乎无视了李长寿和九乌。待他转身入了花楼中，原本那几个过路之人也是忍不住跟了进去。雅间中，李长寿和九乌对视一眼，李长寿假扮的奇缘端起面前的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。师兄，如何？九乌师伯沉吟一声，他说的倒也是有些道理啊。说正事儿，奇缘师弟，咱们联手除了此妖，护一地清明，岂不美哉？奇缘师弟，有个问题恕为兄愚钝。林东城地下100丈深处，2道身影正缩成一团，在黑暗中摸索前行，找寻着这残酷洪荒天地间的一点点光明。矮道人九呼在前开路，手中提着一把连翘宝剑。奇缘，也就是李长寿的这具指道人，
正跟在九湖师伯身后，一点点靠近那个隐藏着妖气的大花楼。九湖扭头传声：按理说行偷袭之事应当夜黑风高才是，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，还正赶在了午时，不如直接攻进去利落。师兄此言差矣。李长寿模仿着师傅的嗓音：这种地方就是50客人稀少，这些凡人都在休息。昨晚咱们也见了，夜里时这里有多热闹。九屋缓缓称是，笑了：嘿嘿，没想到奇缘师弟你对这里还挺了解。听长寿提过几次。李长寿心底一叹，为了维护师傅的英名，也就只能牺牲一下我的了。九屋顿时啧啧轻笑：你这一般说，为兄倒是信的。就你家那大徒弟，一颗心都黑成了丹炉的炉底灰，鬼主意动起来，当真是元神遭不住，真仙栽跟头。他稍后渡过成仙天劫，估计天仙都敢算计。李长寿听的是满脑壳的黑线，你这么说下去，我要拔到桶里了喂！李长寿继续用师傅的嗓音传音：我听长寿提起过，他对师兄你倒是十分的敬佩，觉得师兄修行与门内事务兼顾，为堕仙门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九屋听言就要开始吐槽，怎么吐槽呢？我模仿一下。哎呀，不提也罢呀，提起这个我就发愁啊，天天都是事儿，到处都要我去乱跑，有的地方吧没了我还不行。师兄，咱们最好还是稍后多做探查，待解决了这些妖物，咱们秉烛夜谈就是。对，也不是聊天的时机啊。李长寿见状连忙传声打断，九屋讪笑了一声，继续在前方慢慢前行。因为九屋对土遁之法钻研不深，此时也无法做到真正的无声无息。在两个人各自隐蔽气息的同时，李长寿暗中将两个人的气息再次遮掩了一下。